Hello，大家好啊，好久不见啦！今天咱们不聊风月，不聊财经，聊一下严肃的话题。好，今天我们来讲一本书，叫做《The Coming Wave》，作者呢是DeepMind 的 co-founder，叫做 Mustafa Suleyman。作者讲到啊，在未来的20年里，现在我们读到的一切似乎只是对未来的保守愿景，巨浪即将袭来，我们必须面对的预报，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预报。那回想一下这个过去几年，比方说我自己吧，2000年可能算是我自己刚刚接触到所谓的大语言模型哈，并且开始如何去使用像语音识别啊、语音指令啊，或者语音转录以及这种自动翻译啊，算是第一波接触了这个现代 AI 的这个红利。那一直到2003年吧，我还算走的比较早的吧，或者说很快的把这些 AI 的能力用于商业用途啊，也做出了还不错的效果。当时我们是做了一套这个相对完整的字幕服务吧，反正解决各种字幕的问题。那2023年吧，那绝大部分人可能还认为 ChatGPT 是个很聪明的聊天机器人。可是短短的3年吧，3年都还不到啊，时间过去，大家看看都发生了些什么。我这里举几个例子哈。那 AI 目前已经夺走了数以10万计的白领劳动者的工作，这一点也没有夸张啊。光是硅谷的几家大厂裁员人数可能就已经是几十万了。那第二， AI 已经成为了自媒体甚至主流媒体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AI 已经在主导的海量的量化交易，它时刻在影响着世界的金融格局。AI 已经在辅助全面战争，那就是上星期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当然我们没有很多内幕信息啊，但是据说这个 AI 已经在全面的辅助这场战争。好，稍等一下，我来切换一下屏幕。好，那作者认为人类是一直有这么一个倾向啊，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可以在会议室讨论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的灭绝性的风险啊，然后转身就去吃披萨了，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确实如此啊，这个问题就是关于 AI 与人类的这个未来的命运问题，在我看来，它几乎是和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去哪里，或者跟人类的所谓终极命题死亡一样，它都可以归类为终极问题的范畴。那所谓终极问题呢，它必然没有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标准答案，而是需要人类，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停的去反复的思考，去阐述，去讨论，持续的寻求更符合人类本身需求的和利益的这个最优答案啊。可以说它没有一个yes or no 非黑即白的这么简单的答案，因为不这样做，等待人类的必然是灭绝或者无尽的奴役，就类似 Matrix 里面电影里面的这个人肉电池。我个人认为，甚至能做人肉电池已经是一个相对乐观的答案。在更加悲观的这个脚本里面， AI 剧本里面，也许根本都没有人类的存在。AI 需要人类吗？我不知道。
好，那作者一个观点就是说，扩散科技是必然的归宿。那从历史上的各种技术的这个变迁，每一项通用技术都遵循着同一条铁律，变得更加便宜，变得更加易用，变得最终无所不在。那我自己打了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啊，就是人类如同一个青春少男，偶然间看见了隔壁邻居家有一个美若天仙的妙龄少女，那这时候你觉得这个少年能忍住不去看看美女吗？我觉得这是人性吧，就是对美好事物或者是说更先进事物的天生的向往。人类才不会管这个美少女到底是不是会飞扫帚的女巫，他只是想多看几眼，多跟她说几句话，也许就是这么简单吧。那这个历史上的一项重要技术就是核武器啊。人类对核武器的遏制，事实上，作者的观点，这只是一种特例，就如同这个二战时期英国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所说的，现代国家间的战争就如同两只鸡蛋，手捂着斧头、狼牙棒互相攻击，那随便一下，对方就是劈嚓，就是彻底粉碎。那我们这一代人，像我啊，刚刚入行的时候，可能还经常需要给新认识的朋友或者不太熟悉的朋友说啊，我是程序员，程序员是干什么的，做什么设计的，我们在做什么工作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这对我们这些老人家来说啊，年轻人可能不太会。可是你今天看看，几乎每一个人至少他能利用 AI 帮他写几行代码。那同样的类比啊，那我个人认为基因技术，它很可能如同20多年前的这个程序员行业代编码技术，快速的在人类社会普及，并且它的速度可能只会普及的更快。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解。那这里作者把这个科技革命变成了理解为了像控制原子、控制位元，甚至控制生命和智能这么几个阶段。在这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思考过哈，就是说，实际上，大家应该都使用过很多编程语言，加上近年来大语言模型近10年的这种快速的突破，甚至可以说大语言模型的发展实际上引导了或者说诱发了整个 AI 技术的革命。但是可能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无论是自然语言还是我们常用的编程语言，其实本身都是让人阅读的、让人看的或者让人编写的。而当 AI 具备了逻辑、推理、演算等等一系列的复杂能力之后，它是不是可以完全抛弃人类的语言呢？无论是英语、汉语或者西班牙语，它可以用我们，如果传统一点说，可以利用我们所说的汇编语言，或者是其他的这种 bit 构造的这种语言进行通讯。那甚至于它可以发明人类完全不能理解的通讯语言。实际上，大模型一个很明显的、很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中间过程是不可解释的，对人类是无法解释的。那或者它完全使用类似，用咱们已经了解的科技来说，比方说类似波的通讯方式，那人类根本无法参与到 AI 的这个沟通和通讯当中。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三体》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叫做宇宙背景辐射，在瞬间整个宇宙在为你闪烁。那也许 AI 是真的有可能发展出这样的通讯模式，把人类完全排除在它的这个世界之外。
好，这里作者还讲到了我们经典的图灵测试。事实上，大家如果再去仔细看这个原始的这个图灵测试，那确实现在 AI 都已经开始拿图灵测试在刷榜了，就是各种 AI 在图灵测试当中的表现。那只有经过了精心设计的这种测试场景，或者是极具专业素质的评审，才能够快速的识别当前的 AI 是人还是 AI 这个已经是这个技术发展的一个快速的这个阶段了。那从AI 的成功，我个人认为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偶然吧，是一种大力出奇迹的这种暴力演算的成功。我甚至倾向于相信，早期的 AI 科学家可能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如此简单粗暴的理论方法，就是用这种极致的极限的暴力的这种算力来充当、来替代，或者说来模拟出人类的这种智能。那可是 AI 在 AlphaGo 它的成功，这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在人类脑力极限的这项脑力活动任务上面，AlphaGo 无情地碾压了人类。要知道，围棋棋盘上可以下出的可能性这个数据量，它其实是比宇宙已知的原子的数量还要多。那更加可怕的是， AI 不仅仅能够推演这些可能性，并且它还可以快速的验证其结果。这就是说的AlphaGo 除了在学习了人类的15万盘对弈之后，快速的与自己的复制体进行了几百万次的博弈，它就可以知道它其中某一子的算法的这个胜率它的权重等等这些数据，它可以非常快速的得出结果。这里我把当年的这个视频再给大家看一下Where's my QuickTime? Going on in AlphaGo. So AlphaGo has these three main components. There's the policy network, which was trained on high-level games to imitate those players. And then we have the second component, we call this the value net. And it can evaluate the board position and say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of winning in this particular position. And the third component is the tree search, where it would look through different variations of the game and try to figure out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好，我们再回来。那当然这已经是快10年前的故事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又想起了曾经的那个很荒唐的实验，就是如果你给一只猴子，给它26个英文字母只要你给它足够多次数的这个实验吧，足够长的时间，那猴子当然它完全不懂英文，不懂中文，甚至于没有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那只是让它挑选字母，那是不是足够多的次数的情况下，猴子有可能拼出一本莎士比亚全集呢？当然这个实验最初听的时候会觉得非常荒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可是你想象一下，看一下，回想一下刚才 AlphaGo 的那个决策树的这个发展，当你的实验次数足够多，并且拥有足够快速的结果验证的方法时，是不是问题看起来有可能不太一样了呢？这个我没有能力继续往下探讨，往下深入但是我觉得也许真的结果会不太一样。
也许真的某一天猴子能够写出一本莎士比亚全集了。那从乐观的角度讲，确实 AI 带给人类的是可以说是无限的想象的空间它可以满足人类对健康食物的需求啊，辅助人类甚至解决地球环境危机的问题的产生这样的物种，产生这样的生物和动物，那甚至培育人类移植所需要的器官，甚至于培育超级人类，改进人类的基因，培养出所谓的完美人类。可是如果悲观的想一想，那人类真的还在这张生物图谱中吗？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叙事，所有的历史，人类的文学作品、小说，人类的科技产品，从古至今无一不是以人，不管是多大范围的人吧，全体人类或者是局部的人类，无一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可是当这一轮的 AI 浪潮过去，人还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吗？还是所有叙事的中心吗？这是一个问题。好，然后在 AI 高度发达的这个世界当中，那科技会打破传统的力量平衡，极少数人拥有过去只有国家才能掌握的破坏力。那对于掌握 AI 算力的公司或者财团来说，可以说它掌握着世界的几乎一切资源。那我们举个例子说，人类的政治系统选举也好，这个代议制也好，这个众议院、参议院也好，无论类似的就不一定每个政治体制都一样嘛，但是只是说类似的这些机构。可是这些东西在 AI 看来，可能很可能如同一场儿戏。就是我们以选举的作为例子，那通过社交网络，通过这种新闻媒体的轰炸，那操控选举，我认为真的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甚至于对 AI 来说是一件完全在可控范围的事情，不再有什么选举的悬念。只有掌握 AI 的人，甚至说不是这个人甚至就是 AI 本身，才拥有真正的发言权这是我们可以预测到的未来。那而且 AI 它这里讲到了，就是说新材料的与合成的生物体研发正在以数位的迭代速度进行，就类似于像软件迭代的这个版本更迭一样的速度，在不断的进步。那毫无疑问 AI 将具备自我设计、自我完善和超智能的能力，它是可以自己去设计自己，自己去改造自己的这种现象。这个已经不是天方夜谭了，事实上已经在发生的事情。那所以 AI 的超进化也是人类必然要面对的一个现实。那这里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寻找新药的这个 AI 系统里，在发出指令后， AI 系统仅仅花了6个小时就生成了4万种具有高度毒性的堪比化学武器的致命分子这个也是 AlphaGo 之后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 Alpha 的这个蛋白质的这套系统解决了人类这个在蛋白质折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重大的课题。那人类是不是会最终如同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生物、绝大多数动物一样最终变成了这个被圈养的或者说被遏制的一个实体？那大猩猩毫无疑问在这个体能、个头、力量等等方面是远远超出人类的，可是它并没有成为这个地球的霸主，而是人类成为了这个地球的霸主。那原因毫无疑问就是人类的智能系统
远远超过了这个大猩猩。这里我想稍微的跑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在幸灾乐祸的说，这个码农们、工程师们、软体工程师们，都在集体失业了。瞧，这帮傻逼，这个做出了一个机器，把自己搞失业了。这个是大家很多不是这个行业的人的这个一个表达吧。那而我跟他们可能是要唱点反调啊。第一就是我自己也是码农群体的一员。我一直认为这个人群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群。换句话说，在这个行业，你只要熬过了5年10年，你没有可能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就是否则你在这个行业你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程序员们所具备的这个思维向量的高度以及这个关联性的密度，我认为是远远超过很多传统行业的。也正是由于码农群体，他们把每一项工作的成果，你说是这个行业特点强制的呢，或者是他们自愿的呢，这个我也说不清啊。但是他们必然把他们的工作成果都落在了纸面上啊，或者说落在了 coding 和这个配置文件等等一系列这个实实在在的材料和实体上。那这样才提供给了 AI 几乎无限的模型样本和数据。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为是几个所谓的 AI 科学家就发明了这个超智能体的 AI 能够去代替码农工作。而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码农们无私的奉献，码农们在 open source 领域，在这个日常领域贡献了巨量的编码，才使得 AI 变得如此聪明啊，很快的就能够替代人类在这个方面进行工作。那当然反过来说，大家也不用慌，绝对不只有码农冲在了最前面，接下来大量的白领领域的脑力劳动，我相信都会逐一被 AI 取代。我们可以预见的，像律师医生，很多这种比较偏向脑力的活动，都很快会被 AI 取代。换句话说，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的完善，特别是机器人对周边环境、复杂环境的感知能力的提高，适应能力的提高，那蓝领的体力劳动者，我相信也是会被很快速取代的。那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未来的趋势吧。我认为可能短时间大家还在想是有一些行业，比方说我是牙医这么复杂的牙科手术，这么复杂的这个工具或者是管道工人等等，没有那么容易取代。是的，确实是，这个我承认。但是大家看事情要看大的趋势嘛，对不对？你是老板，比方说你现在是一家软件公司的老板，你是愿意花每个月的订阅费，请一个高能力的 AI 帮你做代码，还是愿意去学校招聘10个这个哈佛也好 MIT 也好的这个新毕业生帮你去做代码？那我相信无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 AI 都是一个更优的选择成本上就更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可能大科技公司还在观望犹豫，都缩短了这个 headcount 的这个缩减了这个数量，而到今年2026年，这些大公司已经想明白了，我认为就是开始大幅的缩减这个软体的这个工作人员，缩减这些码农的这个编制，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那讲到这里，可能还也有一些成为父母的这个朋友们会有这样的担心，那将来孩子到底学什么呀？到底学什么才能够不被 AI 替代才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等等等等。那其中有一种观点，就是说认为人类的创造力是难以取代的。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莫扎特或者是说这种我们《三体》的作者，这个叫啥？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就是创作者他的脑子里面形成了
新的概念、新的风格啊、独特的这个艺术价值等等。这个毫无疑问，目前来看，AI 是无法取代的。AI 还没有出现一个 AI Van Gogh 啊，或者 AI Picasso， 确实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从未来短期或者甚至中期来说，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的。创造力是人类无论是在这个工业界还是在未来人类文明史上，都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吧，人类独特的能力。但是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回想一下莎士比亚的猴子，还有 AlphaGo 的这个夏子的这个决策。那我们以梵高进行创作思路啊，梵高的人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扩展阅读啊？就是也是一个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新的艺术创作风格，甚至于他去日本学习这个浮世绘的这个画风，以至于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浪的这个画作。那我们代入式的想象一下啊，就是梵高的创作过程难道就不是一种构思一种画法，并且去把它呈现出来，以及检测观众也好画家本人也好对他的一个观感，实际上就是检验它的效果嘛。那 AI 是不是在每一次的微小的人类的这个思维决策树上，实际上也是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呢？这一点我是一个 open question 啊，就是长期来看，我个人是持悲观态度的。就是只要 AI 尝试的足够多，它在这个某一个突破方向上获得了明确的指令，它不断的去尝试，把各种可能性组合出来，并且能够快速的得到这个检验结果的这个反馈，那它是有可能创造出全新风格的艺术作品和这个所谓的创造性的产物吗？我认为是有可能的。那这里作者专门分析了，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无法停下 AI 的这个发展。那国家间的竞争，以及人类的这个资本主义造成的权力和资源的严重的不平等，包括近年来这个开源情报、开源社区爆发式的增长，比特币的崛起。比特币实际上也算是这个开源社区的一项重要贡献。还有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生存危机，无一不显示出 AI 背后发展的原动力，其发展必然是难以遏制的。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小男生想去看一眼这个隔壁的漂亮小姐姐一样，我认为它是无法避免的。或者说像三体当中叶文洁所说的，人类真正的道德自觉必然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借助于人类之外的力量，所以有了所谓的降临派，请求降临，请求真主的降临。那随之而来的，就是现代国家的这个信任崩溃政府的这种治理的这个条框、治理的架构的崩溃，很可能是一种伴随而来的这个结局。那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国已经在出现这类似的相关的这种现象，包括大家现在出现的这个美元弱势，然后黄金白银暴涨等等这些，我认为都是就是国家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作用。当然这随便乱讲啊，就是我自己曾经认为，最终国家是要消亡的，就是叫做世界大同也好，怎么样也好，
就是国家它是你仔细的想一想嘛，它存在的逻辑非常的别扭。就是现代国家它是基于一个契约，就是人民交出武力，交出这个法律，交出这个治权，换得的是什么？是国家提供秩序，提供劳动机会，提供这个食物，提供这个社会的各种救助机制啊。人民是放弃这些权利来换取的这个对等。当一个国家无法承诺去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那我们为什么不回到原始社会，或者是说30-50人的部落社会？事实上，我个人认为人类只需要在达到300到500人的一个社会规模，它就已经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生存需求，甚至于是所谓的社会发展进步的需求，不需要像现今社会动不动几十万、上百万、几个亿人的这么一个国家。这样规模的管理，大家做过公司的就知道，公司规模越大，你的相应的这个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也是会出现不是这种所谓线性增长的，它甚至于会出现几何级的这种暴增。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来换取一个所谓的国家的概念呢？也许它并不存在。所以那作者的观点应该说非常明确。如果我们任由 AI 发展，那必然是死路一条。那可能人类最终的结局会变成像传说中的母大陆啊，这个大家不知道的可以去查一下啊，或者是公元前4000年的这个苏美尔文明啊。曾经有一些说法，甚至于说苏美尔文明已经具备了冶金，甚至于发电这样的能力啊。当然这个我不知道历史上它真的是还是假的，这个反正是一个谣传了。也许这些文明的消亡也会成为人类的一面镜子。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就是国家集权、大企业集权，那它带来的势必会是像类似今天大家看到的像伊朗这种国家，它可以说无限度的去压制社会，遏制这个创新，并且这种叫做反乌托邦吧，集权的这种监控以及封锁，实际上它还会带来酝酿更大的科技灾难啊！因为这些巨头、这些国家，他们垄断了所有的这个科技发展的资源。但是这些力量握在这些人的手里，你认为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吗？那对了，是的，就像我刚才说过的，终极问题书中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每一位读者、每一位参与者去书写去思考。那也许我个人认为，也许我们需要的是一位，比方说乔治华盛顿，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建立一套足以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或许我们需要的是下一位中本聪，来重新定义人类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也许我们需要一位现实当中并不存在的逻辑，成为一位伟大的执剑人来遏制 AI。谁知道呢？这个确实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跟大家一起开启和这么一个话题吧。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思考，抛出一些更有新意的观点。当然这个舞照跳马照跑，这个该发财还发财啊！大家还是要继续努力的去挣钱，去发展自己的事业。那这里今天就是算是给大家打个岔吧，也算了解一下目前 AI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可能性啊、机遇啊以及威胁，希望对大家未来的这个工作生活有所帮助。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大家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给我留言。好，记得要点订阅，点小铃铛。好，谢谢大家。